哎呀，我的公司都给我医疗保险了，不用买了啦。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w， 欢迎收看保险知多少。根据马来西亚的这个统计的这个部门啊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的这个数据呢，在2021年的3月的时候啦，整个马来西亚呢有 15.33 个 million 的马来西亚人啊是打工族。那么大致上呢，很多公司啊、老板或者是雇主呢，都想要提供他们的员工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环境。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身心的健康，还有这个体魄上的健康，如果有照顾到的话呢，就会导致公司的这个生产力提升。因为呢，员工开心，公司就赚钱。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应该很开心的点一个这个 like 在这个 video， 也顺便呢，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话呢，就订阅这个频道，也不要忘记去 like 一 like 我们的 Facebook page，OK？那么讲到好的工作环境还有福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健康真的是天有不测之风云。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很健康，下一个礼拜可能下个月他可能会不舒服。公司呢，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呢，有些呢就会提供医疗保障，甚至有些公司觉得不想要自己承担这个风险呢，他就会去买额外的这个保障，叫做医疗保险。那么讲到医疗保险是一个额外的福利到底在法律上公司有没有义务要提供员工医疗保险呢？在马来西亚，公司或者是雇主呢，在法律上是没有义务要给员工医疗保险的，但是每一个雇主或者是公司呢，都鼓励给予员工呢这个我们叫做医疗的保障。不管是怎样的医疗保障，只要是可以帮助到员工在因为健康的情况下要去求医的这个财务援助呢，我们都把它称为医药的这个保障。所以既然公司或者是老板没有义务要给员工医疗保险，那么在座的各位，如果你今天是打工的，你必须要去清楚你自己的公司给你的医疗保险是什么。不要听你的朋友讲有的就觉得没有问题，要去跟你的人事部搞清楚你的 plan 是什么。如果是没有医疗保险的，公司给的医疗保障又是什么东西？但是庆幸的是，在马来西亚呢，大部分的公司呢都会给员工医疗保障在这边我讲的是医疗保障不一定是医疗保险。那么根据一个最新的调查，医疗保障呢其实是人选择一间公司去打工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原因相信大家都知道，因为如果一个人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他必须要去求医，而他的这个医疗的这个保障能够给到他财务上的援助呢，他可以接受到治疗，健康了过后呢，他可以回来公司继续贡献给公司的生产力。但是有些公司呢可能就没有这个 budget 去买这个医疗保险，结果他们就有自己的医疗保障。打个比方呢，公司可能会 set 一个 budget， 一年可能一个固定的一个 budget 呢是给员工来 claim 回来理赔这个医疗的这个财务上的援助的。打个比方，有些公司就会给你可能一年的这个 limit 5000还是2000等等的东西，但是呢这些东西都是 pay and claim， 也是自己付钱了然后才跟公司 claim 回的。那么既然医疗保险不是一个 compulsory， 在法律上老板是没有义务提供给员工的，就算有的话呢，有些老板只会提供比较低的一个 limit， 打个比方一年10,000、12,000的那一种医疗保险。那么如果老板也没有能力买医疗保险，也没有能力给予这个医疗保障，怎么办？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机构叫做 SOCSO Social Security Organization， 或者是在马来西亚呢统称为 Perkeso。
这个 SOCSO 或者是 PERGESO 呢，就有提供员工2个重要的这个保障。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称为这个员工受伤的这个保障 Employee Injury Scheme。这个保障呢，是在你还在跟这间公司打工的期间呢，如果你有受伤或者是因为意外或者是生病，都是可以用来 claim 的，但是它的 limit 不会很高。第二呢，我们叫做 Invalidity Scheme， 也就是讲说，如果有一天你不能够工作了，或者是已经死亡了，这个也是有给予一点点的保障。但是不是每一个打工的人都有 SOCSO 的保障的在马来西亚，如果你是在私人界是 contract staff 暂时的员工的，你一定要有 SOCSO。如果你是在政府，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州政府的机构下呢，如果你是 contract staff 的话呢，你也是必须要有 SOCSO 的。这个呢，你的老板会帮你去申请成为会员。那么接下来的几种打工的是没有 SOCSO 的保障的。第一，你是政府，不管是中央还是州政府的这个 permanent， 也就是固定的员工，是没有 SOCSO 的。第二，如果你是自雇人士 self-employed。第三，你是 domestic servant， 或者是我们俗称在家里的这个工人。最后呢，就是 sole proprietor 或者是 partnership 的这个公司的 owner 的这个配偶 spouse， 这4个 category 的人呢是没有 SOCSO 保障的。那么今天如果你是打工族，在你的 payslip 你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单据里面你就会看到有一个东西叫做 EIS 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这个 EIS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呢 SOCSO 就已经实行了这个东西，从你的薪水里面呢会扣除一部分的钱出来，但是这个不是医疗保险这个是给失去工作的员工的一个财务援助而已，而不是因为你受伤或者是住院或者是生病的一个保障来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EIS 也是一种医疗的这个保障或者是医疗的这个财务援助，不是。所以你想要了解 EIS 的详情呢，你可以去 online check 或者是跟你的人事部查一查。到最后如果你是在找这工的，必须要明白这间公司给你什么样的医疗保障或者是医疗保险。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打工的，你不清楚你的公司给你什么医疗保障，那么我劝你去跟你的人事部查一查比较好。但是有一个事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大部分的人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这个是什么事实呢？公司或者是老板或者是雇主给的这个医疗保障只限于你还是他的员工的时候才能起到效用的。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没有在那个公司工作，或者是你不小心退休了，这一个保障就消失了。很多人讲，哎呀，我找到新的工作的时候，我新的公司会给我医疗保障的。对，没有错，但是有一样东西你不能 guarantee， 新的公司给你的医疗保障到底它的 limit 会高过你现在的公司还是低过你现在的公司，你不能够确定。第二，有一样东西你肯定可以确定的，就是你不可能永远打工，或者是你有一天一定会退休。就算你已经做了决定，讲说我只跟这间公司工作，我为它效劳到我老为止，一般的时候你患上了严重疾病，打个比方中风还是癌症，你不能够在你爱的那间公司效劳，不能够在提升他们的生产力的时候，请问这间公司的老板或者是雇主会不会继续把你留在公司，继续给你工钱，继续给你医疗保障呢？答案非常明显，也不用说得太清楚。所以我们都知道，不管你是打工、做生意还是什么都好，有一个自己的医疗保障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可以 take control， 你可以有控制你自己的这个医疗的保障。公司给的医疗保障只是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法，我们的这个健康我们的这个医药费是长远的一个问题。难道你要用暂时的解决方法来解决一个
长远的问题咩？所以如果你还不是很了解你自己公司给你的保障是什么东西的话呢，这个影片完了过后呢，就去联络你的人事部了解一下。我们下一个影片见。